做自由的模型，天 C 狗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安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 EW 的 MG 一端系列合金骨架。本款合金骨架 EW 是出了4款，分别是红改、红龙、蓝 RR 以及蓝 D 的合金骨架，在天线和部分配件是有所不同。目前的现货价格是保持在了126元左右，并且只剩下了蓝一端的，没有红一端的了。所以我个人就买了一个蓝一端的来适配本期的视频。可以看到，在塑料件方面给的还是比较多的。不过有朋友提醒我，这个好像并不是泡沫件，只是偏硬一点的零件，手感上也确实感觉不出来，姑且就先当泡沫件吧。其实单看零件形状就可以看得出来 ，MG 一端骨架上几乎所有的 PC 件以及大部分的零件在这上面都是得到了替换，并且这些带有刻件细节的零件，整体的细节处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，至少比较清晰。不过泡沫件整体的这个零件素质表现稍微的有一些油，如果后期给它喷一层消光，效果相对来说应该会更好一些。同时有的板件上面是有缺件的，这个一定要对照说明书来进行点件，因为这个部分在说明书上是画叉的。剩下的部分就是一大包的合金件了，可以说合金件给的也是非常多，但是这个合金件吧都是通过了这种袋子进行包装，并没有像碟厂和铁创那样是给做了稀疏包装。零件整体的刻件细节表现处理的也是比较不错，并且在蓝色零件上面也是做了一个漆面的处理，漆面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可以的。至于漆面的把持力度，就要看拼装完成以后的这一个刮蹭表现了。本款合金骨架所有的零件拼装完成以后就是当前这个状态，没有使用任何原本一端的零件，剩余的2个背部连接件需要原本一端的零件，除此之外还剩下其他多余的零件，主要就是胸部和胯部的，也可以选择给其他的机体进行使用，还有一些搭建部分的合金件，这个是用不上的。单看骨架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体还是非常的完整，剩下的也就是一些添加外加的操作。合金件的含量也是比较足，由于零件正面都是带有漆面的，背面是没有，就导致像手肘这样的部分外露的会有一些侧刹，并且腿部的这个卡榫安装是非常紧的，需要借助别的工具进行安装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把漆面给它蹭掉。再来就是测试一下整体的稳定性，简单晃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来说说我手中这一款存在的一些小问题，比如胸部引出关节，其中一侧的手感相对来说会比较生涩，而另外一侧又还可以。腰部活动起来是比较松的，感觉这个部分会有一点虚背。那么上半分的可动，简单来看一下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手臂平台关节这个手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松的，对于握持小型武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稍微沉一点的武器就不是特别行了。同时上臂在旋转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出现松脱，这个部分内部还需要使用胶水进行加固处理。胯部关节采用了铁桩进行固定，稳定性会更好，并且内部也是采用了齿轮结构提升稳定性和把持力度，但是这个结构总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显，手感也比较一般。小腿的关节卡榫会有一些虚位，这个部分的稳定性要差上一些。脚腕关节有所更改，但是更改以后的手感也会松。另外就是我这2个后脚跟其中一个是非常松的，只能使用胶水进行固定。以上就是 EW 合金骨架的基础评测，至于整体的拼装流程相对来说其实还好，用点力气也是可以直接装进去。不过我这一期视频是为了适配火星一端，所以还需要舍弃一些零件才能进行适配。来简单的看一下最后的成品效果，全部拼完之后就是当前这个样子。由于火星一端骨架有更改，所以对比原版会剩余这一些没有地方用的。胸部是没有进行改动，直接安装就可以了。手臂部分主要注意安装火星一端的肩胛连接件，很容易就会给它撑开，这个部分的匹配度并不是特别高，需要修件。不过安装正常的 MG 一端肩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这个连接件匹配腕带的还有些松，上臂活动是容易松脱的问题依旧存在，这个部分需要加固。上臂的零件是需要更换成火星一端的，小臂零件也是如此，这个部分的匹配度其实还可以。手部的握持力度是比较一般，但是对于火星一端的武器握持问题不大。胯部是改动最多的部分，火星一端为了适配新的裙甲是做了改动，所以这个部分就得掏空，正好手里也有工具，就用电锯处理了一下。同时针对 PC 件的部分也是需要进行削切处理，处理好以后安装就比较稳定了。大腿内侧的零件是需要使用火星一端的零件，并且零件匹配度会比较一般，内部是需要消除一下，然后用胶水填充进行加固。再一个就是 EW 骨架的这2个插销位置安装是非常紧，安装的时候是需要其他工具辅助给它怼进去。小腿零件直接替换原本的合金件就可以了。EW 的脚腕关节更改的也可以安装进去，不过精度会不太匹配，这个部分会有缝隙会弹出来，需要使用外部装甲进行辅助固定。
再一个就是原本 EW982上方的改动就不是特别稳定，替换在火星异端身上也很一般，经由扰的可动也会比较松。那么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，也算是折腾出来一套自己的火星异端小改模型。其实这个时候各位会有一个误区，大班的88系列火星异端并不是使用的 MB 样式骨架，而是通过 MG 骨架进行魔改的。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88系列的火星异端也能使用这一套合金骨架，其实原因就在此了，因为火星异端用的并不是仿 MB 的骨架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折腾的过程，无论最后的成品效果是好与坏，我们做模型基本上都是享受着这个制作的流程嘛。说回到这一款 EW 的合金骨架，给我的体验就是还可以，但是针对关键紧实度的调整，大部分还可以，一小部分是有虚位和松脱，这个就需要再好好的处理一下了。这些问题前面也有提到，这里我就不去过多的赘述。同时，关节紧实度能挺多长时间，就需要时间的考验了。老实说，万代的 MG 异端本身也不存在什么问题，大班自从更换成了新6601之后也好了很多，机甲先驱的红异端反而更没有必要整这套合金骨架，所以购买这一款合金骨架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就看各位自己的取舍了。本期的几个魔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，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